景泽，刚到清景泽呢，就被这个热的便当吸引。老板娘说这个是陶瓷的热便当，刚刚还给我摸了一下，非常的可爱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丰盛，是不是很特别？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呢是秋天的时候来到清景泽，然后枫红真的很美，枫叶倒映在云场石上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来体验一下清景泽的夏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出发去第一个景点。旧清景泽的石之教堂也是必来的景点哦。刚刚在来的路上呢，下了雨，气温直接骤降了好几度。今天大概是22度的气温，很舒服，但有点美中不足，就是下了场雨。那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美丽的教堂吧，看一下。教堂里面很安静哦，都是木质的。那旁边有一个小商场，我们也过去看一下。穿过这个商场，一直直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旧清景泽商店街。那前面就是它的主要干道，左边、右边都有商店可以逛。那我们左转呢，这边会看到那个白化堂，也是他们非常著名的，卖一些果冻啊、果酱啊之类的，看琳琅满目的种类。那这家也是以做果酱出名，就是信州的果酱。前野屋的面包依旧人气不减哦，里面人潮满满的。那这边的店铺呢，大部分都到6点哦，只有营业到6点，所以要来这边要注意一下时间。哇，天哪，开始下大雨了！刚刚那场大雨，哇，我们立刻躲进去吃了一个德国香肠堡配咖啡，在这边停留一下。卡路伊萨瓦，可爱耶！清景泽的米菲兔，浅间高原农场，来看一下它的伴手礼。来这边呢，饼干类的、果酱、果冻类的都是少不了的，还有他们最具特色的清景泽的啤酒。这个清景泽秘鲁呢也是得奖的，所以来这边呢，除了可以品尝到美酒，然后也可以品尝到果酱。还有腌制类的味噌，信州味噌也是很有名哦。好，我们一路走回来了，现在先回饭店换个衣服，然后等一下去 Outlet 吃晚餐。你看，现在这边又放晴了，哇，真的是忽晴忽雨。这是我们今天在清景泽的住宿，饭店还提供给小朋友可以有扭蛋哦。哦，它好贴心哦！饭店还有提供小朋友可以去公园玩的器具。饭店一进来呢，这一区很温馨，冬天呢还会有柴火。那这个饭店呢，在清景泽这一区的价位算是非常的实惠，因为它从车站步行只要7分钟，那就算是旺季，跟其他家相较下是非常高 CP 的。那旁边还有洗衣机哦，烘衣的部分也很适合家庭。然后如果你们有洗衣的需求，这边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它有一些小细节呢，也做得很好，饭店整个质感是很不错的。那旁边有一家便利商店 Lawson， 我觉得相当的方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住宿。一进来有一个小玄关，可以放行李跟推车。那旁边就是卫浴的浴缸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。哇，很温馨耶，红白色的配色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在这边住一个晚上。对面还有一家 Family Mart， 还有超市。哦，还有超市，你说隔壁那个吗？越过车站后面就是 Outlet。我们到了王子集团的 Outlet， 到处都是绿意，整个就是很符合清景泽的气息。走在这边真的很舒心哦。晚餐来吃这边一家蛮有名的洋食店。我今天点的是蟹肉咖喱汉堡白，然后还有好吃的炸虾。
开动。还有我的。哦，还有你的儿童餐。长野站到着。那长野车站呢，离轻井泽大概只需要40分钟的交通时间，坐新干线来相当的方便哦。哇，连他们的寄物柜都这么可爱，好别致的小人偶哦。哦，有77个图案哦。出车站之后右转，一直直走就会看到Midori商店街。那这个Midori商店街呢，也是来长野必逛的地方哦。然后它有一区是信州欧米亚给的餐道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也一起来看一下，在这边信州欧米亚给有哪些人气商品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阿鲁库玛的周边，你看他背了一个小背包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这是他们的吉祥物，然后还有做了相当多的周边商品，吊饰啦、小手帕。那我刚刚也有发现哦，这个7味风味的辣的煎饼，看到大家都人手一盒，想必这个应该也是非常好吃吧。现在最人气的呢，就是这个人气商品奶油夹心饼干，这是他们的 Linky 基本上第1名哦。那长野呢，蔬果产量丰饶，也少不了苹果派，这个刚刚小姐也非常推荐。那这个当伴手礼呢，也很漂亮。是他们的第3名。信州名物呢，不能错过的还有soba。信州soba非常有名哦，尤其是户隐soba，举世闻名的信州味噌，还有腌制的野菜。大家看到这一家100年老店的果酱，好特别哦。然后它的包装呢，都非常的传统哦，古早味的风味。信州名物呢，7味粉，这个也是非常的火红哦。那伴手礼的部分就到这边。哇，看这个车站木造的建筑，搭配这个大灯笼，好有历史感。那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呢，就在车站的对面，相当的方便哦。放好行李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今天第一个景点。我们现在在长野电铁，准备坐车去善光寺。那到善光寺的交通呢，只要3站就可以到达咯。在日本不靠海的县里面，面积最大就是长野了，所以它的农产品呢非常的丰富。在车站就有贩售这些农产品，然后这些农产品呢，你要结账的时候就要跟这个车站的小姐结账，所以她要负责贩售东西，还要负责检票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特别的情景，我第一次看到。专人的售票口，我们已经离开那种都市感，哇，超复古的街道，好美哦。那我们再往前走呢，就是善光寺。前面就是号称日本人一生必去的长野善光寺。哇，真的好庄严哦！里面供奉的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像，从江户时代就被流传再远也要去善光寺参拜一次的说法。里面有中英文的导览，非常值得来参观哦。水野美术馆，水野美术馆的展出非常值得来参观哦。下午茶时间，下午茶来了。来到长野的水野美术馆，除了有艺术品的展示可以欣赏，
还有这片美丽的日式庭院，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个下午茶，一起看这个美景，真的太幸福了。水野美术馆的这个餐厅很美丽哦，坐在里面就可以欣赏这个日式庭院。那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风景哦，秋天也有枫叶。看，春天的时候还有樱花耶，在这一区。现在在2线路通，然后我们准备要来吃晚餐。哇，这边的餐厅看起来好复古啊！整个有一种还原前江户时代的情景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边特色的料理有哪些哦，因为他们这边很有名，就是吃马肉，还有庆州豚。哇，他们的餐厅都设计很有味道。然后看一下他们，哇，每一家都有马肉。我们来吃一个亲子比较适合的马肉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太突然了。刚刚被这个长寿日本衣所吸引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吃晚餐了。那如果说你来日本发现蔬菜摄取量不够，你一定要来长野县，因为呢它是野菜摄取量的日本第1位，也是生产味噌的第1名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特色的定食啊，山贼烧。等一下我们要来吃吃看山贼烧，也是它这边的信州名物。晚餐来了，这是我们点的山贼烧定食，还有蔬菜野菇定食，哇，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鸡肉定食。好啦，我们开动喽！早安！今天我们要前往户隐，户隐是距离长野车站1个小时的车程哦，要搭巴士前往。那购买票券呢，就是在车站的斜对面有一个交通案内所，可以购买它的1日券。那它可以乘坐的巴士呢，时刻表在这边。刚刚在户隐神社奥社入口这边下车了，我们准备要今天的森林1日游，远离城市，走入森林。那我们就要先前往第1站，我们要先通过这个鸟居前往奥社。来这个步道拍照，真的好美啊！从奥社入口处大约走15分钟就会抵达这个随神门。穿过随神门继续往前走，会衔接另外一段的参道。这里的空气都是百年杉木的香味。哇，这边真的不是普通的壮观。当地人说来奥社参道可以净化心灵，我觉得走入森林后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心情跟心灵上都非常的放松。来到户隐呢，这个奥社参道是非常值得来这边走一走，很舒服哦，而且它两旁的树荫会遮住阳光，亲近大自然。整个步道都是只有走路的脚步声，真的好安静。我们刚刚从奥社入口呢，已经徒步20分钟。那两旁的树木都是有超过400年的历史。那我们走在这个步道，觉得哇，买一下冰淇淋。刚刚我们从步道走出来，点了一个信州的苹果口味，还有他们这边最有名的寿棒。它口感很特别，很有荞麦香。来到户隐一定要吃户隐荞麦。
因为户隐荞麦是日本3大荞麦之一哦。在户隐神社的中社旁边有一个观光情报案内所，那它里面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，就是今天呢哪一些寿把店有开，那就不用白跑一趟。那它营业时间会提供在这边，我觉得相当的便利哦。准备来吃荞麦面了，观光案内所的小姐推荐我们来吃旁边这家夜饮。那刚刚我们已经填写好排队的顺序，我们大概排第14个顺位，所以建议呢中午以前来是比较妥当的，因为你的时间会比较充裕，就不用等那么久。好啦，我们再等待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入座咯。等了1个小时，终于轮到我们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他们招牌的冷的寿把，然后还有炸虾，好吃，好好吃哦！排队是值得的，除了它很 Q 之外，它荞麦的香气很浓郁，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哦。好好吃哦！小朋友也吃得很开心，好吃吗？超好吃，好吃。瞬间大家都完食，连小朋友都吃光了。来这边来晚就卖完咯，11点就开门了，所以大概11点多就可以来排队。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挺刚好的。好啦，我们准备去中社参观。感受一下800年的神木，有800年历史的山本山也是来中社必来的景点哦。有2000年历史的户隐神社，它包括了奥社、中社、宝光社、九头龙社和火之玉子社。那我们现在到中社参观。中社旁边的玉神木呢，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。脚程比较好的，或是像情侣，5个神社你们都可以去哦。但是如果你是带小朋友或老人家的，建议可以先到中社来参观，有很漂亮的瀑布，还有神木可以观赏。如果你要来户隐神社，建议在中社下车，就是现在的所在地。那先去旁边的荞麦餐厅预约，比较节省时间。约好之后就可以去中社参观，再回去用餐。接下来善用我们的1日券搭车到奥社入口，在奥社参道散步，约1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抵达水神门，欣赏到百年杉木参道。但是如果你要走到奥社，还要再半个小时哦。如果有长辈或幼童随行，这一段比较不建议，因为从入口抵达奥社至少要45分钟。那来回整段就要1个半小时。走访完奥社、中社，用完餐，我们差不多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等一下在回程的时候，我会安排一个宝光社。那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咯。那在离开奥社的时候，别忘了搭车处可以品尝荞麦冰淇淋哦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观光景点。到处都是美景，真的非常推荐。日本3大荞麦之一的荞麦面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户隐的观光介绍很多都以宝光社为封面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地方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景点。除了品尝日本3大荞麦，还可以享受百年杉木的森林浴。
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